欧盟轮值主席国匈牙利的总理欧尔班日前在写给欧盟领导人的私人信件中透露，如果特朗普赢得11月美国总统大选，将马上要求俄乌举行和谈，而不会等到就职仪式。而特朗普提万斯为竞选副手，更是让欧洲主流舆论感到脊背发凉。万斯是美国政坛最早公开质疑美国援助乌克兰的议员，他甚至公开提出让乌克兰割地求和。自7月1号匈牙利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以来，将斡旋俄乌冲突作为重点工作。该国总理欧尔班先后访问乌克兰、俄罗斯、中国，还在美国参加北约峰会期间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会面。回国后，他的顾问巴拉兹接受匈牙利民族报采访时表示，欧尔班已向欧洲理事会领导人递交了基于对当前局势、现实目标和正确时机的评估所制定的俄乌和平建议。他表示，相关建议参考了近来穿梭外交的沟通成果。英国金融时报披露，欧尔班在写给欧盟领导人的私人信件中表示，各国普遍的看法是，军事冲突的激烈程度将在不久的将来急剧升级，并建议欧盟应重新与俄罗斯进行直接外交沟通，并与中国展开高级别谈判，以找到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的方法。但外界注意到，欧盟方面对欧尔班的外交努力并不支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指责欧尔班的相关外交行动未获得欧委会的授权，他还强硬表示将拒绝参加欧尔班主持的欧盟理事会会议。德新社报道称，由于欧尔班在援助乌克兰等问题上与欧洲其他国家立场不同，包括冯德莱恩在内的欧委会部分成员正在抵制匈牙利履行欧盟轮值主席国的职责，这将导致欧盟陷入空转。匈牙利执政党亲民盟欧洲议会议员、欧洲爱国者组织副主席辛加加尔向媒体强调，冯德莱恩的相关言论是他为连任欧委会主席而做出的选举言论。匈牙利将坚决阻止冯德莱恩利用职务便利进行选举宣传。匈牙利它作为今年下半年的这欧盟的轮值主席国有充分的这样的条件来发挥自己的这样的一种我们说位置的优势吧，这样可能是一种伙伴内部的一种矛盾其实也不应该进一步的夸大，但是它确实反映了一种倾向，就是欧盟内部其实在就乌克兰的问题上、就战争问题上已经形成了一种分裂的这样的一种局面。值得注意的是，欧尔班的顾问巴拉斯在采访中多次提及特朗普，他表示，特朗普如果再次成为美国总统，将很快亲手缔造和平。而欧洲正在追随赞成继续战争的拜登政府，但拜登正忙于为政治生存而战，因此欧盟现在就应该行动起来。英国金融时报还披露，在美国与特朗普见面后，欧尔班通过私人信件告诉欧盟领导人，如果特朗普赢得11月美国总统大选，将在大选后迅速要求俄乌举行和谈，而不会等到就职仪式。特朗普团队已为此制定了详细而有充分依据的计划。分析认为，这一信息显然是特朗普授意欧尔班带回欧洲的，这意味着欧盟应提前做出应对，要么授权欧尔班进行斡旋，以推动俄乌直接对话，要么继续抵制欧尔班的外交努力，并做好承担更多资助乌克兰责任的准备。欧尔班传统上来讲就是非常欣赏特朗普，那么其实也是代表了整个一些这个欧盟的右翼的一些势力的一些看法，所以我们看到欧盟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得不做出这种事先的评估，也是非常合理的。特朗普给自己的人设是坚决反对战争，他任内曾与普京见面，还多次表示自己是近年来唯一在任内没有发起军事行动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宣称自己能够在24小时内结束俄乌冲突，并被爆出正在考虑迅速解决俄乌冲突的方案，其中包括美国将继续加强乌克兰防御能力，但前提是乌方要接受参与和平谈判的安排。实际上，通过特朗普刚刚公布的竞选副手万斯，也能看出他的团队已经打定主意要退出援助乌克兰。万斯出任联邦参议员以来，多次投票反对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呼吁乌方与俄罗斯谈判。他15号接受福克斯新闻台采访时再次强调，特朗普一旦当选，就会同俄罗斯和乌克兰展开谈判，让这场冲突尽快结束。更令乌克兰感到紧张的是，去年12月，万斯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节目采访时表示，美国方面需要接受的是，乌克兰可能需要向俄罗斯割让一些领土才能结束冲突。万斯还表示，没有人相信乌克兰会在这场冲突中获胜。今年4月，万斯曾在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专栏文章，给美国政府的援乌热情泼冷水。万斯认为，拜登称600亿美元追加拨款将决定俄乌冲突的胜败，这也是错误的。即便给了这600多亿美元，他对于扭转局势而言，也只是杯水车薪。
此外，白宫一再称他无法与俄罗斯谈判，这是荒谬的。文章直言，美国没有能力制造可以让乌克兰取胜的足够多的武器，拜登政府也没有可行的计划让乌克兰赢得这场战争。美国人越早面对这一事实，就能越早解决这一混乱局面，并促成和平。万斯与特朗普在欧洲安全的态度上高度一致，他们都指责欧洲在防务上过于依赖美国，认为欧洲才应该去承担为乌克兰提供防御的责任。万斯认为，欧洲从美国那里拿走的大量防务预算是一笔加在美国人民头上的税，是在让美国人民给欧洲的防务纳税。因此，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用会让乌克兰脊背发凉来形容万斯上位对乌克兰的潜在影响。有欧盟高级官员认为，特朗普选择万斯作为竞选搭档，这对乌克兰而言是一场灾难。值得注意的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态度。他15号表示，不担心特朗普可能重返白宫，还说与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关系都不错。但他也表示，担心美国政治动荡将对美国援乌产生负面影响。但美国媒体分析指出，泽连斯基现在实际上高度紧张。他上月曾喊话特朗普，如果特朗普已经有了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不应等到11月美国总统大选后再透露细节，而是现在就说出来。面对特朗普对此不做回应的态度，泽连斯基表示，美国不应让乌克兰自生自灭。特朗普在这个俄乌问题上，其实长期是一个非常保守的这么一种态度强调要进行和谈，要减少对这个乌克兰的一种援助，所以这样的一种主张如果得到实践的话，势必会对整个这个战局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可能会变相的会促进通过这种和谈的方式来解决这样一种冲突的一种可能。值得注意的是，面对美国政局可能发生的变化，乌克兰正在准备加大反攻力度。乌军方本月初透露，已经重新组建了14个战斗旅，约6至7万人来投入新的战斗。但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缺乏武器，因此呼吁北约加大援助力度。共和党确立了正副总统候选人，美国的盟友如何看？他们是否也支持特朗普呢？正好相反，特朗普被共和党确立为总统候选人，让美国的盟友担忧，而特朗普把万斯选为副手，则让美国的盟友焦虑。欧洲专家警告说，特朗普选择万斯为副手，简直就是一个可怕的消息，尤其对乌克兰来说。可以这么说，美国盟友的焦虑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第一是美国还要继续支持乌克兰吗？因为共和党特朗普幕后作用，美国国会去年就延缓了援助乌克兰的600亿美元款项，导致乌克兰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即便后来美国国会通过了援乌资金，但是万斯被选为副总统候选人。接受媒体的第一次采访就说，特朗普将尽快的结束俄乌冲突，把注意力转向中国。万斯在去年春天是对乌克兰新一篮子援助计划的主要反对者之一，他对俄乌冲突漠不关心，认为对美国来说太遥远了。而特朗普选他为副手，意味着要是特朗普胜选，会很快的设法结束俄乌冲突，估计让乌克兰割让领土给俄罗斯也是在所不惜。第二是北约的命运如何？特朗普对北约本来就不感冒，认为美国提供60%的资金去给欧洲提供安全不值得。现在如果特朗普要执意结束俄乌冲突，那么对北约来说就是扇了一巴掌。接下来的问题是，北约还能联手支持乌克兰吗？如果不能，那就意味着北约将分解。总之万斯在今年2月说，他不认为普京是对欧洲的生存威胁，美国无法制造供应乌克兰继续战争所需的武器，欧盟必须在自己的安全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第三是对经济的影响如何？特朗普和万斯共同认同的是美国第一，专注于国内经济，把外国当作韭菜，能割多少就割多少，缺少盟国意识。他们把增加关税作为增加美国收入，把制造业拉回到美国的主要策略。不仅宣称要对中国加征关税60%，而且要向其他国家加征10%的关税。目前美国对欧洲的进口关税是2%到4%，要是加征10%的关税，对盟国的经济将带来破坏。德国的研究表明，要是特朗普重返白宫，按照竞选纲领上讲的加征10%的关税，德国每年要损失1500亿欧元，而美国要是对全球商品征收关税，必然会招致其他国家的报复行为，撕裂美国和盟友的关系，甚至导致全球供应链震荡，
进一步的破坏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减缓全球化进程，削弱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系。世界贸易组织呢，也将再度遭受沉重打击。如果把世界贸易组织给打成残废，那全球化进程呢就基本结束了，世界经济回到了部落时代。